清晨的早餐看似平凡，却可能暗藏杀机。医生常说，早餐要吃得好，但对高血压患者来说，如果吃错早餐，后果可能比不吃更可怕。为什么宁可饿肚子也不要乱吃呢？道理就在于我们的血管在早晨格外脆弱。事实上，早上6点到10点被称作心脑血管疾病的魔鬼时刻。经过一夜空腹，人体刚睡醒时，交感神经变得异常兴奋，肾上腺素等战斗荷尔蒙分泌增加，血管开始剧烈收缩，血压在短时间内迅速攀升。正常人清晨血压就比半夜高出 10% 到 20%， 对高血压患者而言更是明显。临床统计显示，心肌梗塞、脑卒中等在清晨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时段，约有40%的心脏病发作和将近30%的猝死都发生在早晨。换句话说，一觉醒来的几小时内，血压飙升已经把心脑血管推到了危险边缘。若这时再吃下不当的早餐，无疑是火上浇油，亲手把自己的血管推向崩溃的深渊。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有过类似经历，早饭没多久就头晕、心悸、冒冷汗，甚至诱发心肌梗塞或中风吸心。罪魁祸首往往正是那顿错误的早餐。因此，早餐对高血压人群绝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问题，更关系到一天血压的波动走势，以及心脑血管是否能安全度过清晨这个高风险时段。一顿不当早餐很可能在无形中蓄积危险，使血压在清晨失控飙升。长期下来，每天早上的反复刺激更会加重血管负担，大大提高日后发生中风、心脏病和肾脏衰竭的风险。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健康的食物可选，宁可短暂饿一下肚子，也不要吃错早餐。当然，我们并非鼓励高血压患者长期不吃早餐，相反，低规律吃对早餐能稳定血糖血压，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但是错误的早餐有时比不吃更糟，就好比服药讲究对症下药，吃饭也得选对食物。如果只能在垃圾食品和空腹之间选择，高血压朋友宁愿先忍一忍，也不要拿错的早餐去伤害自己。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晓5种高血压患者早上千万碰不得的早餐，看看他们如何一步步侵袭您的血管健康。不少高血压患者习惯的早餐其实暗藏着高血压的大忌。总结起来，主要是5种早餐地雷：含钠过高、脂肪过高、升糖太快、加工过度以及刺激性强的早餐。每吃一口都可能让血压在清晨飙得更高。让我们一一拆解这5大隐形杀手。1. 清粥、小菜等高盐早餐，隐形盐雷，让血压直线上升。很多人，尤其老一辈，早上喜欢来一碗热腾腾的稀饭配几样咸菜，小菜配白粥在他们眼中是清淡养胃的代名词。然而，这种看似清淡的传统早餐其实潜伏着巨大的盐分陷阱。一小碟腌菜的钠含量可能高达500毫克以上，接近一天建议摄取量的1/4。一早就吃下这么多盐，等于刚起床就给血管猛灌一剂高压盐水，把血压推上一个台阶。更何况，有些人还爱在稀饭里搭配几块酱豆腐、酱瓜或辣萝卜等各种腌制品，几样小菜加起来，盐上加盐，短短一顿早餐就可能吃掉超过半天的钠。如此高盐冲击下，清晨本就偏高的血压更容易失控飙升。难怪不少高血压患者饭后容易脸红头晕，那其实是盐分让血压在作祟。高盐早餐对血压的危害不仅仅是让数字升高，钠离子过多会令血管平滑肌处于紧张状态，血管腔变窄，阻力变大，导致压力上升。同时，身体为了中和过量的盐分，会留存更多水分，血液容量增大也会推高血压。长期高盐还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使调节血压的能力变差。高血压患者本就应严格控盐，每日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5克，约相当于2000毫克钠。早餐吃下的盐过多，等于为全天的血压波动埋下地雷。更可怕的是，高盐饮食还和中风、肾病息息相关。过量的盐分会伤害肾脏的过滤能力，促使肾脏疾病恶化。高血压加上肾脏受损，又形成恶性循环。
严重时发展成肾衰竭，不得不洗肾。脑血管方面也是如此，高盐导致的血压飙升会加剧脑动脉硬化和脆弱，增加脑出血中风的概率。因此，高血压患者真的吃一口咸菜，离中风和洗肾就又近了一步。别再被清粥小菜很养生的假象蒙蔽。对于血压高的人来说，清粥小菜其实是彻头彻尾的隐形盐雷。早上还是远离高盐的腌制食品吧。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号称低脂健康的早餐，其实钠含量同样惊人。例如咸豆浆配烧饼、油条，很多人误以为比肉类来得清爽，却忽略了咸豆浆里也加了大量酱油、菜脯等咸料。一碗咸豆浆可能就含有将近30%日渐。一盐摄取量，再咬一口咸香的烧饼，加上一根酥脆的油条，从酱汁到面饼无不重咸。这样一份传统早餐组合，钠含量轻松突破一日标准的1半以上。早上一餐吃掉半天的盐，对血管的打击可想而知。所以千万别被清淡二字迷惑。高血压族群早餐最怕的就是这种高盐陷阱，宁可少吃一点、淡一点，也不要让盐分趁着清晨的血压高峰来火上浇油。2. 油条、煎饼等油炸食品，清晨油淡，让血管不堪重负。中国人传统早餐中，油条、油饼、煎饺、炸年糕这类金黄酥香的油炸食品占有重要地位。许多老年朋友习惯早上买根油条配豆浆，觉得既饱肚又过瘾，然后吃完却浑身发热，心跳加快，甚至血压窜高、头晕，这绝非巧合。高脂肪的油炸早餐就像在早晨引爆一颗油弹，对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造成沉重打击。油条之类食物本身脂肪含量极高，煎炸过程还可能产生对健康有害的反式脂肪。一根油条往往浸满大量油脂，热量惊人不说，其中隐藏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会让血液变得粘稠，升高血脂，使血管弹性下降。高血压患者本来血管压力就大，血脂一高更雪上加霜，长期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让血管壁变硬，管腔变窄，血压调控更加困难。更危险的是，油炸食品在消化过程中还会刺激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加快心跳和血管收缩，引起餐后血压飙升。有人形象地说，早上吃一口油条，血管就像被油浸了一遍又绷紧一圈，难怪血压会蹭蹭往上跑。除了油条本身，高血压患者常搭配的各种油炸点心也要当心，像炸糕、煎饼、葱油饼、炸酥肉等等，看起来只是面粉制品，实则吸油能力一流。这些酥脆可口的点心含油量动辄超过 20%， 吃进肚里需要大量血液供应肠胃来消化，心脏负担加重。同时，高脂肪食物会延长胃排空时间，让餐后数小时内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压可能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本身合并高血脂或血糖异常的患者。早上吃这类油炸组合，等于在高血压之外再添一把火，让血管负荷飙到极限。也难怪医生常常苦劝，早上千万别再吃油条油饼了，它们虽然香浓满足，却是高血压的沉默杀手。长期每天来一根油条做早餐，看似习以为常，实则每吃一次都在让血管更不堪重负一步。要知道，高血压最怕血管硬化狭窄，一旦冠状动脉被油脂堵住，就可能引发心肌梗塞。若脑血管因脂质斑块破裂，就可能酿成中风。可以说，每天清晨的这根油条正一点点偷走您的血管弹性和健康。为了自己的心脑肾着想，是时候和传统的油炸早餐说再见了。偶尔解馋可以，但千万不要天天吃，更不能当成高血压患者的常规早餐。3. 火腿肠、培根等加工肉，藏在便利中的钠与防腐剂陷阱。现代生活节奏快，许多人图方便，早上随手拿火腿肠、香肠搭配面包，或煎几片培根夹吐司当早餐。这类西式早餐看似省时美味，但对高血压人士而言却是危机四伏的隐形陷阱。首先，加工肉类往往含有惊人的钠，为了饱尝和调味，香肠、培根在制作时都添加了大量食盐，吃起来微微的咸香，背后可能就是高浓度的钠。吃一根普通火腿肠的钠含量就不低，如果再配上奶酪
面包等其他食物，一餐下来钠的总量可能远超标，而钠盐正是高血压的大敌，如前所述会直接导致血压上升。更何况加工肉品除了盐，还加有不少亚硝酸盐、磷酸盐、防腐剂等食品添加物。亚硝酸盐是用来防止肉品变色和抑菌的，但进入人体后会转化成亚硝胺等有害物质，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癌物，还会损伤血管内皮。长期大量摄入加工肉，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容易引发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此外，磷酸盐等添加剂过量也可能影响钙质代谢，加速血管钙化硬化。科学家早已发现，经常吃加工肉制品的人，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增加。与新鲜瘦肉相比，加工红肉如培根、火腿跟高血压发病有更密切的关联。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就将培根、火腿等加工肉列为一类致癌物，足见其长期危害。当然，偶尔解馋问题不大，但如果每天早餐都来培根香肠三明治，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加工肉早餐的危险在于它具有隐蔽性。很多人以为早餐吃块面包夹培根，没有喝豆浆油条那么油，没有腌菜那么咸，应该还好吧？事实恰恰相反，加工肉是隐形盐和隐形脂肪的结合体。以培根为例，煎得焦香的薄片里，每100克含钠可以高达800到1200毫克，脂肪含量更是超过 50%。几片培根就把盐和油吃进一肚子。很多人还喜欢把煎好的培根肠仔和煎蛋一起炒饭，或者夹面包，搭配奶茶咖啡。这一套典型的快速早餐看似丰盛，其实每一样都对高血压极为不利。咸的咸，油的油，加工的加工，再加上高热量，一餐吃下去，钠、脂肪、热量全面超标，血管同时受到盐和油的双重打击。难怪有医师无奈地说，高血压病人早餐碰加工肉简直是慢性自杀。每天这样吃，迟早把血管吃出问题来。长期高钠高脂会令血压节节攀高不说，还容易导致肾功能恶化，钠负荷增大肾脏压力和肝脏代谢负担，脂肪堆积。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剥夺您享用培根火腿的权利，只是提醒加工肉千万不要成为您每天早餐的常客。如果偶尔嘴馋想吃，记得控制分量，同时搭配低盐高钾的食物，才能多少降低对血压的冲击。总之，高血压患者的早餐应该尽量天然原型，少盐少加工，远离那些看不见的钠和防腐剂，别让方便美味的培根香肠变成您健康路上难以承受的隐形重担。4. 蛋糕、甜面包等高糖精致碳水蜜陷阱，引发血糖、血压过山车。早起赶时间，有些年轻人和上班族干脆以一块蛋糕或甜面包配杯奶茶、咖啡做早餐，还美其名曰西式轻食。这类糕点看起来无油无盐，入口香甜松软，似乎很温和。然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高糖的精致面包糕点是另一个危险的甜蜜陷阱。它们虽然不咸不油，但含有大量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吃下去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人体为了应对骤然升高的血糖，不得不分泌大量胰岛素。而胰岛素除了降糖，还有个不为人知的作用，促进肾脏重吸收钠离子。换言之，当胰岛素分泌过多时，肾脏会把更多钠留在体内，导致血容量增加，间接把血压也推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吃了甜食后，不仅血糖高，血压也可能跟着升高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许多高血压患者同时伴有胰岛素阻抗或糖代谢异常代谢症候群的一部分，对糖分更敏感。早餐来块奶油蛋糕或甜面包，他们体内的胰岛素会狂飙，导致血糖、胰岛素、血压相互作用下出现一轮剧烈波动，血糖忽高忽低，让人感到疲倦饥饿，血压忽上忽下则可能引发头痛心悸，长此以往对心血管相当不利。研究甚至指出，高糖饮食对血压的负面影响可能比高盐更直接，因为过多糖分会引起氧化压力和慢性炎症，损伤血管内皮，让动脉更硬，更易紧缩。传统观念总说少吃盐能降压，但最新观点认为，光控盐还不够，控糖同样是稳压关键。
过量糖分不但导致发胖和糖尿病，还会推高血压，甜食吃多了，血管一样会发脾气。可惜很多人没意识到这点，人每天早上甜甜的吃着面包蛋糕，除了糖分本身，精致面粉制成的糕点面包缺乏纤维，导致消化吸收更快，血糖冲击更猛烈。同时，这类食品往往热量高，营养密度低，一个奶油面包可能就300大卡以上，但几乎没有维生素和纤维，吃了很快又饿，饿了又想再吃甜的，如此恶性循环，让一天的血糖血压都在过山车。更糟的是，甜食常常不会单独出现，很多人爱搭配含糖奶茶、含糖咖啡一起摄取，等于双重高糖，或者饭后再来颗甜甜圈、奶油夹心饼干，加重负担。对高血压病人而言，这种高糖早餐组合无疑是雪上加霜，除了短期内血压波动，长期还会导致体重上升，肥胖又进一步升高血压，形成恶性循环。尤其中心型肥胖，肚子上的内脏脂肪增加后，代谢综合症更加严重，高血压会更加难以控制。可以说，每天早上一份甜甜的早餐，正在把您推向三高之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最终可能酿成冠心病、中风等严重后果。回想一下，那些常年爱吃甜面包当早餐的人，是不是很多到了中年就开始血压飙、高血糖、体重超标？绝非巧合。所以，高血压患者千万别把蛋糕、甜面包当作早餐主食，更不要拿含糖饮料配糕点。早上的第一餐，请远离甜蜜的负担，才能让血压稳稳开局，不要全天都高居不下。5. 空腹浓咖啡、浓茶、过量提神饮品，清晨血压的隐患。人早上起床后习惯先来一杯浓咖啡提神，有的人则偏爱浓烈的红茶或绿茶醒脑。适量的咖啡因确实能驱走瞌睡，但对高血压患者而言，空腹大量摄入咖啡因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诱因。研究显示，咖啡因可以在短时间内令血压上升，特别是对不常喝咖啡的人或对咖啡因敏感的人，一杯浓咖啡下肚后，血压收缩压可能升高5到1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上升几毫米汞柱。即使是习惯咖啡的人，空腹大量摄入时，仍可能引起血压明显波动。早晨本就是血压的高峰期，空着肚子喝下高浓度咖啡因，等于推波助澜，让原本就偏高的血压更上一层楼。不少高血压患者反映，早上喝完咖啡会出现心悸、手抖、血压波动大，正是咖啡因刺激所致。因为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让心跳加速、血管收缩，短时间内血压上冲。同时空腹时，咖啡因更容易被快速吸收，全身血管都会感受到那股紧绷感。如果此时再配上一份甜面包或蛋糕，糖分和咖啡因双管齐下，更是对血压非常不友好。曾有医学杂志报道过一组实验，让受试者一边喝咖啡一边吃高糖糕点，结果他们的血压和心跳较平时明显增快，出现不适反应。可见空腹喝浓咖啡加高糖早餐这种常见搭配，对高血压人群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的组合。那是否高血压患者就完全不能碰咖啡茶呢？其实不至于，关键在于摄取方式和量。首先，不要空腹饮用，建议先吃点东西垫底，再喝咖啡或浓茶，减少对心血管的猛刺激。其次，要控制咖啡因总量，每天1到2杯中等浓度的咖啡是相对安全的，但狂灌特浓咖啡、浓茶或功能性提神饮料，如能量饮料就很危险。这些饮品一罐可能含咖啡因几百毫克，加上高糖高血压，患者喝了很容易心跳失常，血压飙高，引发意外。医生常提醒，高血压患者如果爱喝咖啡，最好选择低咖啡因品种或改喝清淡绿茶，并且避免在血压波动较大的清晨贪杯。如果早餐只喝一大杯浓咖啡却不进食，也是极不可取的，不仅可能诱发血压波动，还可能因低血糖导致晕眩。总之，早上想靠咖啡因提神的高血压朋友，一定要悠着点。空腹浓茶、浓咖啡对你的血管来说就是一剂隐形兴奋剂，让本就紧绷的血压锦上添花地更高。长期如此，血压控制只会更难，还增加心律不齐、焦虑、失眠等问题。
记住，提神可以千万适量有余地，血压要稳，切莫咖啡当水饮。以上5种早餐地雷，高血压患者务必要提高警惕。它们或咸或油或甜或刺激，看似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都会在清晨最脆弱的时刻推高血压，损伤血管。可以这么说，每吃一次这些早餐，就离中风洗肾的悲剧更进一步。听起来很耸动，但绝非危言耸听。我们每日的生活习惯正一点一滴决定着未来的健康走向。幸运的是，避免上述这些坏早餐只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学会吃好早餐。那么高血压患者早上到底该怎么吃才既健康又有活力呢？不吃错，还要吃得对，才能真正把血压稳住。高血压的早餐原则其实可以总结为8个字：稳、慢、轻、杂。所谓稳，就是让血糖血压平稳不上冲，避免高糖高盐造成的剧烈波动。慢指的是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让营养慢慢吸收，不要一下子给身体过猛刺激。轻意指清淡适度，少油少盐少刺激。杂则是食物多样而均衡，尤其要多天然的全谷杂粮和蔬果。简单说，高血压患者的早餐应该低钠、适脂肪、适量蛋白、高纤维、含优质碳水，让身体可以从容启动。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以下给出一些建议。主食选择粗杂粮，少精致淀粉，白米饭、白面包不如燕麦、地瓜、全麦面包、小米粥等全谷类来得稳定血糖。像一碗燕麦粥搭配牛奶就是很好的选择。粗粮富含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碳水的吸收，避免餐后血糖骤升，对血压也更有利。注意控制分量即可，比如燕麦片一次约35克，搭配热水或牛奶煮成粥。优质蛋白不可少，蛋白质有助于延缓碳水吸收，并增强饱腹感，而且是人体修复细胞的原料。早餐摄取适量优质蛋白，能降低全天血压波动风险。建议来源包括鸡蛋、去皮、鸡肉、鱼肉，以及低脂奶制品、豆制品等。比如一颗水煮蛋或炒蛋，一杯无糖豆浆或低脂牛奶都是不错的选择。蛋黄虽含胆固醇，但也富含卵磷脂和维生素。对大部分人而言，每天1颗蛋是安全的。若胆固醇特别高，可适当只吃蛋白。豆腐、豆浆则提供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有研究发现，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降低收缩压，非常适合高血压患者。牛奶和优格不但提供蛋白，里面的钙和益生菌也有助血压控制，因此早餐来点奶类或豆类，对稳定血压大有好处。多吃蔬菜水果补充钾和纤维。高血压饮食强调高钾低钠钾元素可以对抗钠对血压的不良影响，促进体内多余盐分排出，扩张血管，从而降低血压。早餐不妨加入一些富钾食物，例如香蕉、奇异果等水果，或者生菜、小黄瓜、番茄等蔬菜片，哪怕只是夹在三明治里的几片番茄、生菜或一根香蕉配麦片，都能提供不少钾和纤维。有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足够的蔬果纤维，对于控制血压和减少心血管风险很有帮助。特别推荐香蕉，因为它钾含量相当高，一根中等香蕉的钾含量相当于3/4碗饭的钾，且富含镁和纤维，可预防心血管问题和降低胆固醇。很多人担心空腹不能吃香蕉，其实适量空腹吃水果反而更利于吸收营养，只要注意不要一下子吃过量。香蕉热量不低，一根约等于3/4碗饭的热量。高血压患者早餐吃半根到1根香蕉是有益无害的。总之，早餐蔬果要上桌，哪怕一小碟凉拌菜或一份水果沙拉，都比光吃面包馒头强。健康脂肪适量摄取，高血压并非完全不能碰脂肪，而是要选对脂肪种类。适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有益，可增加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改善血管弹性。例如坚果、杏仁、核桃、开心果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和维生素 E， 能抗氧化，减缓动脉硬化，同时提供钾镁等矿物质，一举多得。早餐可以抓一小把，约20克，无调味的坚果当零嘴，
或拌进燕麦粥、优格里一起吃。又如酪梨、牛油果，含丰富单元、不饱和脂肪，有助降低坏胆固醇，也很适合涂面包或拌沙拉。只是要注意总量，坚果和酪梨热量都不低，一定要在合理范围内。坚果每日1小把，酪梨半颗左右。橄榄油也是健康油脂的代表，可用来拌蔬菜沙拉或沾全麦面包吃，提供 Omega-9 油酸。有研究表明，地中海式早餐，橄榄油加蔬菜加优格加坚果，对预防动脉硬化有益。简言之，高血压早餐不必完全无油，但应以优质植物油脂为主，搭配均衡，而非油炸食品那种劣质高脂。合理安排咖啡因饮品。前面我们提到，并非禁止咖啡茶，而是要策略性的饮用。如果您习惯喝咖啡提神，建议在吃完早餐30分钟后再喝，且控制在每日1到2杯中杯咖啡，总咖啡因不超过200到300毫克。这样既能享受咖啡，又降低对血压的冲击。对咖啡因敏感或心律不整的人，可以选择低因咖啡或改喝淡茶，例如绿茶或大麦茶、姜茶等温热饮品，既有助提神，又不至于让血压飙升。切记不要为了追求刺激而空腹灌下浓咖啡特调，也不要贪图一时清醒拼命喝能量饮料。温和的唤醒身体，胜过用刺激手段逼迫身体兴奋。高血压患者的早晨，一杯温开水或淡茶，其实是比浓咖啡更好的开始。早餐时间讲究，不宜太早，也不宜拖太晚。太早，刚起床立即吃，使血压还在迅速上升阶段，消化系统也未准备好。太晚，如起床后空腹超过2小时，则可能因饥饿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反而对血压不利。一般起床后30到60分钟内吃早餐比较合适。比如早上7点起床的人，应尽量在7点30分到8点间用餐。规律的作息和用餐时间有助于维持血压的日夜节律稳定，避免不必要的波动。遵循以上原则，高血压患者的早餐其实可以既美味又健康。举个例子，一份标准的降压早餐可以是燕麦牛奶粥拌坚果加水煮蛋加香蕉半根。这份餐含有全谷纤维、优质蛋白、健康脂肪和钾质，盐分极低，能让您从容开始一天，不用担心血压飙升。另外一个例子，全麦鸡蛋三明治夹生菜加无糖豆浆，一杯加奇异果1颗，同样满足均衡营养且低盐低脂。你也可以依自己口味做变化，比如粥品可以换成南瓜小米粥、地瓜粥，搭配少许清淡小菜，用开水汆烫过的青菜豆干等，蛋白可来自蒸蛋或豆腐，再加一份时令水果。重点是守住少盐、少油、少糖的大方向，同时确保营养丰富多元。只要坚持吃对早餐，日积月累，血压一定比吃错时要平稳许多，身体也会感谢您每个清晨的用心。对于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每天清晨睁开眼的那一刻，其实就开启了一场和血压的赛跑，而早餐正是这场赛跑中的第一步。如果踏错了步伐，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血压也许立刻会给出恶劣的回应，即使当下没感觉，这些不良影响也在日积月累中悄悄累积。错误的早餐就像一枚枚藏在日常里的定时炸弹，让您每吃一次都悄悄向中风。心脏病、洗肾又靠近了一步。相反地，正确的早餐则是保护血管的第一道盾牌，为一天的血压稳定奠定基础。请牢记上文提到的5种早餐地雷：高盐腌菜、油炸食品、加工肉类、高糖面点、空腹浓咖啡，这些都是高血压人士清晨该避之唯恐不及的陷阱。远离它们，不是让您委屈挨饿，而是为了您的血管安全考量。如果早上实在没有健康食物可选，饿一顿肚子未尝不可，但千万别因一时嘴馋乱将就，拿自己的血压开玩笑。当然，更理想的做法是提前准备好健康的食材，用上面介绍的方法丰富您的早餐。只要用心，其实饮食治疗高血压并不枯燥无味，您仍能享受美食与活力，同时让血压保持平稳。最后请记住，高血压的管理从每天早晨的餐桌开始，选择对的早餐，就是在为自己的血管减压，为自己的未来健康投资。明天早上，当您面对餐桌时，
不妨问问自己，眼前的食物是在稳住我的血压，还是在挑战我的血管？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为了远离中风的威胁，拒绝洗肾的痛苦，也为了一整天的精神和安康，让我们从今晨开始吃对每一口早餐，守护自己的心和脑，